欢迎收看涛哥测评啊！我真的是太激动了，因为我等待多时，终于收到了我的 CSM 凯5腰带。熟悉我的老观众都知道了，实际上涛哥测评第一期在互联网上上传的节目呢，就是当年去介绍 DX 的假面骑士凯5腰带。所以说本次呢，我们能够做一下这个 CSM 的凯5视频啊，也算是一次致敬经典吧。凯5呢是我最喜欢的假面骑士啊，所以说当我得知他要出 CSM 的时候呢，别提多激动了。虽然说这次的价格呢非常的昂贵啊，但是作为凯5真爱粉的我，肯定是要把它拿下来的。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CSM 的凯5做的到底怎么样，和 DX 版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呢？话不多说，让我们先把包装盒打开，看看里面的内容物吧。那么从包装盒里取出来之后呢，首先它是有一本说明书，因为我这次购买的是一个港版，所以它这个说明书呢是中英双语的啊，可以看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些内容物啊，首先来看一下战级驱动器的本体，哇，我好激动啊，有没有？哦，这个手感，哇塞！然后这个地方，哦，应该就是他那把刀了。诶，这是什么鬼？有这种胶水溢出的痕迹，这做工好像，哇，这做工好像有点不太好啊。背面这个地方是塑料，但正面呢这一块啊是金属的。然后包括战级驱动器上面这个银色的锁扣的部分呢也是金属的。那么这个我们就把它装进去吧。这个安装的方式应该跟 DX 都差不多啊。很清脆的一声就给它装进去了。那正好呢，我手边也有一个 DX 版的战级驱动器。简单对比一下，其实造型差不多，因为 DX 已经做的还挺出色，但是表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DX 是这种带有一点点透明材质的墨蓝色，但是 CSM 呢就是这种黑色，而且它表面呢这边都是上了漆的，除了这边啊它要扣锁种，所以说就不上漆。然后背面这边可以看到 DX 上面这些铭文呢 CSM 就没有了，所以说 CSM 这个会更加接近道具。然后呢，包括这边都是带涂装的啊，挺好的。那 DX 呢，这边是水纹嘛，所以说就不太好看。CSM 这边有涂装，但是我比较担心就是玩多了之后会不会掉漆，毕竟这个是金属零件嘛，这个等玩多了之后咱们再看哈。OK，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可以看到这是那个创世纪的核心，这次呢也是一并给附属了，就是可以玩那个正与之模式嘛。那么它这个地方呢也是金属的。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零件呢其实它是有单卖的啊。然后旁边这个应该就是大将军时候所使用的那个面板了。那我手边呢正好也有一个 DX 版的，我们来对比一下。粗看之下造型差不多啊，但是 CSM 呢它这边都是涂装嘛，但 DX 呢这边就是成型色了，所以说整体的质感的话肯定是 CSM 要更好一点的。然后这边这两个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哦，可以看到是这个锁种的挂扣，而且呢它这次也是给了一对儿啊，还是很良心的。那么我们可以跟 DX 版本对比一下，造型呢都差不多，但是它们背后的连接方式不一样。CSM 呢这里是通过这种魔术贴的结构来进行连接的，而且呢 CSM 表面有涂装嘛 ，DX 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成型色，所以整体的质感上呢肯定是 CSM 要更好一点的。可以看到的是，它这次呢是附属了两对这个带子，一个是银色，一个是黄色的。银色呢就是这种量产型的战级驱动器上面所使用的，黄色呢就是普通的这个驱动器上面使用的。这个表面呢都是带涂装的，质感还不错。但是我很明显的发现这个地方它会凹进去一个，你看，包括这边也是。然后看了一下这边，不知道是不是塑胶什么工艺导致的，反正就是不是很直啊，就这个部分看起来会有点逼死强迫症。那值得一提的是，它后面也会发售这个单卖版的战级驱动器，你可以选择是黄腰带还是银腰带啊。然后就是锁种啊，哎呀喂，真的是，哇，快来看看，好期待。OK，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橙子锁，可以看到的是它后面这边呢是有一个绝缘片的，我们把绝缘片给它拔下来。拔下绝缘片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特殊的声效。不过因为它这次 CSM 里面并没有带开关嘛，所以说如果你想断电保存的话，就只能够保留这个绝缘片了。而且如果你想听到每次这个拔下绝缘片的声音的话，就绝缘片真的不能丢。那么我们跟 DX 的锁种对比一下，可以看到造型上呢其实区别并不大，因为 DX 已经做的是非常好的，但涂装呢二者的发色是有不同的。而且呢 DX 这边凸出来一块，那么 CSM 呢这里是没有的。同时呢在背面可以看到
CSM 后面是光光的，然后 DX 呢这边它是有一些铭文，而且呢 DX 这边的偷胶 CSM 上面呢被很好的填补了起来，所以说整体的造型还原度呢 CSM 会比 DX 更加接近道具。打开来后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橙子果肉的这种贴纸啊。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呢，这个地方包括这个地方，那 CSM 这边呢都是没有这种凹陷的，是完整的一整块图案啊。不过呢，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 DX 呢是透明件，然后 CSM 呢这边它是一个金属成型色的零件。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呢 ，CSM 会更加具有一些道具感，比较高级 ；DX 呢比较像玩具。但是有一点呢，就是首先啊 ，DX 它是有开关的嘛。这个开机音效挺带感，但 CSM 呢就没有这个玩法了，我觉得其实比较可惜啊。另外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如果拨动这个锁头，好 ，DX 这边呢，因为是透明零件嘛，所以它是会有一圈光效的。然后如果是 CSM 的话呢，音效方面呢，会比 DX 的更加清晰一点，而且呢 ，CSM 版会特别加入那个拉链拉开来的一个效果，包括如果你像刚才是拨动第二次的话呢，还会有一个那个装甲形成的音效啊。但是呢，它这个地方就不会发光了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如果你回看剧中的话，在它打开锁头的时候，还是会有发光的光效的。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 DX 的这个透明零件会用得更好一点。CSM 这里呢，感觉为了还原度啊，牺牲了一点光效上的玩法，有点可惜。OK， 那么下面一个呢是圣轰锁，后面这边呢也是有一个绝缘片的。哦，这个音效确实也是以前没听过啊。然后这个圣轰锁呢，我们可以跟这个 DX 来对比一下，造型呢也是大差不差。然后涂装的话 ，CSM 的发色会更深一点。那实际上，不小心按到什么按键了。然后实际上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那 DX 呢是透明的，然后 CSM 呢这边就是一个金属成型色的零件了。同时呢，可以看到就是在背面也是跟刚才一样的。CSM 是光秃秃的，然后 DX 有铭文，包括这边的偷胶呢 ，CSM 也是给你补起来了，所以说整体来说，它的这个会更好一点哈。但是也是一样，它没有了 DX 的这种开关。然后我们听一下它们音效方面的区别啊，这个是 DX， 然后 CSM。然后打开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有什么不同。那可以注意到，在透明零件的发色上呢 ，CSM 会更通透一点，而且这边 DX 上面的两个比较碍眼的螺丝呢 ，CSM 就取消掉了。同时呢，可以注意到就是 DX 这边它会有一个这个洞啊，然后 CSM 这边也是没有的，所以整体的这个造型上呢 ，CSM 肯定是要更好的。然后我们来看急钥匙，后面这个绝缘片给它拔出来。那么我们可以跟 DX 的版本来进行一个对比。那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CSM 在这个金色的涂装上呢，饱和度会更低一点，有点香槟金的感觉，挺高级的。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是透明零件呢 ，CSM 上面变成了这种金属成型色的零件。然后在后面这里呢，也是偷胶呢被填补上了，然后这边是光光的，都没什么好说。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它们音效有什么区别吧。DX 版本呢，首先这边它还是有一个开关。然后首先这个是 DX 版的音效，然后这个是 CSM 的，OK， 那么腰带安装完毕之后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腰带的一些主要的玩法。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战级驱动器的音效表现是什么样子的。战级驱动器的开关呢有两个档位，往这边拨是正常的模式，然后如果往另外一边拨动呢，触发的开机音效都是一样，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变身的话，就没有那个待机音了啊。同时呢，如果我们在触动开关的时候呢，同时按下这边这个按钮，
你看啊，它并不会发出战机驱动器的那个开机音效，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在海姆零件里面补充能量的模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然后这个腰带上面可以看到，它是有4个按钮的。这个部分呢是 BGM 按钮，这个部分呢是台词按钮，这个部分呢是效果音按钮，而这个按钮呢就是用来拔这个面板的。你要把这个面板取下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是要有这样子一个按钮才能操作的。同时面板装回去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声音。那像之前的 DX 版本呢，凯5的面板在装上去的时候呢，其实并不会有声效啊，但是 CSM 呢就把这个声效给做出来了。然后下面这个效果音按钮呢，在变身前短按的话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他们剧中把腰带拿出来的时候那个音效了。然后如果你长按一下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腰带安装在身体上的一个初始版本的音效，然后再按长按一下，就是正常的这个腰带安装的声音了。然后呢，它这个腰带本体是收录了非常多台词的。它触发的方式呢，就是识别到你谁的面板，它就是谁的台词。现在是凯5的面板嘛，就是隔野烘太的台词。那么我们来按动这个按钮，听一下。然后因为它这次台词非常多啊，光这个凯5模式下就有143句台词，所以说它也是有一个跳过台词的玩法的，就是你同时按下这2个键这就是跳过了20句台词。另外你看一下说明书就会发现，这次腰带里面所收录的台词真的是太多了。除了 TV 里面用过战机驱动器的这些人的台词都全数收录以外呢，包括在外传里面登场的骑士，只要他是用过战机驱动器的，这些台词都有啊。一方面呢会感觉这个挺良心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能看到 CSM 凯5未来的锁种和面板套装将会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啊。另外呢，如果你长按这个台词按钮，它会触发这2句台词。如果你再长按第3下的话呢，它会有这个剧中出场的每个角色互相对话这种台词，共有35种。我们简单听一下啊。BGM 的话呢，这次一共是收录了16首，我们快速的听一下。当然了，正常 CSM 基本上都会有的 BGM Standby 功能呢，这块也是有的。我们按一下，你看它响了几下，在变身后呢，就会响起对应的第几个 BGM。比如说刚才是响了4下，所以说变身之后呢，会响起这个 BGM。我们之后呢，在把玩变身的过程中再给大家演示。然后在变身前状态下呢，如果你拨动这个小刀，是会有这样子一个音效的。OK， 那么在变身前的腰带本体的玩法就有这些。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锁种部分的表现。这次锁种的玩法也很多，它一共有5种模式。那么切换的方法呢，就是长按后面这个灰色的按钮。第一种模式呢，就是在现实世界变身的模式，而且可以看到刚才的这个音效呢，其实正好应对的就是 DX 版本的开机音。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呢，我们打开锁头，
啊，它会有一个这个拉链裂缝被打开的声音，然后再拨动第2下锁头。除了刚才的音效之外呢，还追加了一个装甲形成的音效。然后我们切换到第2个模式，这个就是海姆冥界模式。我们看一下它打开锁头的音效有什么不同。因为是在海姆冥界嘛，所以说就不需要那个裂缝被打开，把装甲传送过来。同时呢，在这个模式下，它这个海姆冥界装甲的生成音效也是不一样的。然后第3个模式啊，就是那个阵雨之模式的一个缩短的模式。第4个是在海姆冥界里面阵雨之模式的缩短模式。这2个模式的音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演示的。然后我们看第5个模式，好，这个就是异域者游戏 Invis Game 的模式。我们来看一下打开锁头的音效。这就是把那个异域者放出来的这个音效，然后我们再打开一下。啊，这就是那个异域者回去的音效。另外呢，这个时候你按一下背面的按钮，再按一下，啊，它会有一个游戏结束。然后 You lose 跟 You win 的音效呢是随机播放的。那值得一提的是 ，DX 版本呢其实也是有这个玩法的。好，我们来变身吧。那值得一提的是，在变身前呢，如果你短按这个按钮，啊，它就会触发2句这个傻橙的变身的台词。这样子，在你变身完成之后呢，触发必杀的时候，它就会有它的这个呐喊声了。这个时候就是 BGM Standby 的功能了。然后在这个模式变身完成之后呢，如果我们再按一下下面的效果音按钮，会触发起源之女的台词，一共是14句，我们简单听一下。哎，可以看到搭配这个 BGM， 初回变身之后的场景是不是非常具有代入感的？同时在变身完成之后呢，如果你再长按一下这个效果音按钮，它会切换到另外一种模式。刚才那3个呢是放上西瓜锁之后，它3种变身的一个音效嘛。然后这个做的比较好的是，它这次把它收录在腰带里面了。因为之前 DX 的话呢，它是把这个音效集成在缩种里面，但是其实你变身完成之后，你就不能够再触发这样子一个变身的音效了。所以说这次 CSM 呢，肯定考虑的是更周到一点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音效啊。好，这变成圣轰的音效了。这个呢，就是它取出那个圣轰旗子的一个效果音了。然后呢，它所有的音效就是这些。如果我们想切回到始源之女的那个模式下呢，再长按一下。好的，我们来触发一下必杀看看。
必杀音效里面有傻池的呐喊声，就是因为刚才在变身前我们触发了锁种背后那个变身音效按钮的关系。那像之前 DX 版在变身完成之后呢，如果你合上这个锁种，是不会触发任何音效的。但是这次的 CSM 版本呢，如果我们合上这个锁种，可以看到它是会有一个装甲消失的音效的。那么这样就是一个解除变身的音效。但有人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好像相比 DX 阉割了嘛？阉割了哪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没错 ，DX 的这个 Lock Off 呢，在 CSM 版本上这个模式下是没有的。但实际上这个音效呢 ，CSM 版本并没有阉割。可以看到这次呢，它在 Lock On 的音效、Lock Off 的音效，还有切水果的音效方面呢，都是有很多选择的。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触发这个 Lock Off 的音效。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演示一下无待机音的变身模式。那么在变身完成之后呢，如果我们同时按一下这个 BGM 和效果音按钮，它会响起最多一声这样子一个声音。这个时候呢，我们解除变身。好，可以听到 Lock Off 的音效呢就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 CSM 的锁种是否能跟 DX 的武器进行联动啊。可以看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这里多说一句啊，就是 CSM 的这个面板呢，跟 DX 的它是不兼容的。你看 DX 这个是没有办法给它放上去的啊，那这个你们知道就好了。同时呢，这次不是还给了一个创世纪的核心嘛，我们把它插上去。然后我们在不会触发变身待机音的模式下呢，来看一下 CSM 的振宇之变身音效和 DX 有什么不同。那因为 CSM 能量锁种还没发售，我们这里用的呢是 DX 的能量锁啊。可以注意到的是 ，CSM 版本呢，就是在你这个能量锁上锁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上锁音效，但 DX 版呢它是没有的。然后我们来变身。值得注意的是 ，DX 版本呢，在你创世纪锁种解锁的时候是不会有 CSM 的这个解锁的音效的。前面不是说过 CSM 锁种呢，它是有一个振宇之缩短模式的变身音效的吗？我们切换来看一下。当然，我们这边用的还是 DX 的锁种啊。可以看到这边它并不会发出变身的音效。但由于我们这边用的还是 DX 的锁种，所以说整体的变身音效呢是不会缩短。但如果后面用的是 CSM 的能量锁种的话呢，我个人猜测啊，可能它这个变身音效在这个模式下就能很快的变成振宇之了，对吧？另外，如果你在电源关闭的状态下，先装上创世纪核心，然后再拨动开关，这个时候它就会切换到假面骑士 Saver 的模式下，然后你按动台词。
很好，台词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模式下呢，待机音也不同。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终于是可以来介绍这个圣轰锁了。首先，它这次也是搭载了4种模式。第一个，现实世界的变身模式。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海姆冥界模式。它这2个触发的这个音效呢，其实都是索种生成的音效，然后听一下。也就是后半段音效不一样。然后第3种呢是初次变身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呢，就是它变身的时候会播放第23集的它第一次变身的时候的版本。然后第4个模式，官方把它称之为 Mega Hex 模式，就是它在变身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变成这个极装甲的一个状态就它不会触发变身音效。好，我们来看一下变身的音效。这里我们演示它初回变身的音效。另外呢，在变身前短按这个按钮，会触发一句变身的台词。这个初回的变身音效还是挺好玩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必杀。另外呢，如果你不切这个刀其实直接打开盖子也一样会响起变身音效。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大家听一下普通的变身音效。那跟 DX 索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它里面还有一层嘛，所以说在圣轰模式下呢，这个光效是很难透过这个果肉的贴纸给它透出来的。OK， 我们终于是可以来看这个大将军的极钥匙了。那么它呢，跟 DX 版本一样，也是具备单体当成一个锁种把玩变身的音效的。这里呢没什么特别好说的，所以说我们就简单的带过。同时呢，这个极钥匙呢，它也是具备4种模式的。我们来切换看一下那第一种呢，自然是现实世界的变身模式。会听到很多这个裂缝打开的声音。然后第2种呢，就是海姆冥界模式。听一下音效有什么不同？它就因为在海姆冥界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裂缝打开的声音了。那么第3种呢，它是一个初始变身的模式。那么第4种呢，它是一个 Mega Hex， 就是快速变身的模式。同时呢，在这个模式下呢，它还会有这个初始之男的复活音的音效，我们待会儿可以听一下。那么想要变成大将军的话呢，这边也要给它换上一个对应的零件。我们这边呢，直接演示一下初回的变身音效。
在初回变身模式之下呢，它这个大将军的念白会念2遍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ega Hex 模式，就带初始之男复活的那个音效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呢，我们刚才也把这个圣轰锁调到了这个快速的 Mega Hex 变身模式，我们听一下音效有什么不同。这个时候它是不会触发它的变身音效的。好，我们听一下必杀啊。相比于 DX 来说 ，CSM 的大将军模式下呢，它的召唤武器音效是增加到了33个，外传的武器呢也给收录进来了。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召唤武器的音效。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它跟 DX 版本的音效是不一样的。DX 版是这样子的。DX 版是在每一个武器召唤出来之后呢，后面会再多增加一个专属的这个召唤出来的音效，但是 CSM 版本呢就没有了。这个地方阉割掉，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 CSM 呢，它除了这个武器音效变多之外呢，它这次还有一个新的玩法，跟 DX 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转很多下的话，就是如果你转很多下的话，它是可以像报菜名一样把所有的这个报出来的。同时呢，如果你转几下，它其实也是会报几个武器，比如我们转4下，1、2、3、4。那有人说它这些武器的音效呢，都是按照顺序排好的。如果我想按照自定的顺序去召唤武器，是不是可以呢？这次 CSM 呢，它也是有给你做出来的。那么触发的方式呢，就是按一下这个按钮，可以看到它也是可以召唤这个武器音效。然后比如说选到一个我们想要的武器，葡萄这个龙炮的时候呢，我们给它记录一下，按后面这个按钮，然后我们再往下。我这个菠萝的武器我也想要，再记录一下，然后再往下。芒果大锤子，我们给它记录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召唤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自定义的顺序的。我们听一下。大概就这样，可以说这个玩法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另外呢，在变成大将军之后呢，其实如果你短按下面的这个效果音按钮，它会触发一些不一样的台词。
这个部分的专属台词呢，一共是有30句啊，时间所限，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听了。那看到这里呢，你会发现 CSM 凯5的腰带玩法真的是非常多啊。受限于视频时长，我们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细节都给大家讲出来，只能说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点啊。所以说，这个腰带呢，可玩性绝对是杠杠的。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它的价格相比较于 DX 来说会涨得那么贵吧。但是呢，DX 的凯5腰带其实本身就已经做得还不错了。如果说你对 CSM 新增加的这些玩法或者台词、音效什么的并不是太感冒，你就想买一个回来自己平时没事干变身玩玩的话，其实我觉得买个 DX 加个改装带就已经可以了。CSM 的存在呢，本身就是为了给那些对于这个骑士非常热爱的死忠粉而准备的，你说对吧？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我觉得这款 CSM 的凯5真的是玩的我一本满足啊。但如果你不是那么喜欢的话呢，其实这款产品呢，你可以看看就好了。另外呢，我也是收到了这个榴莲和 Glidden 所种的套装。那么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呢，之后我也可以考虑做一期开箱视频，给你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看到这儿呢，也给各位 B 站小伙伴们送上一个专属福利。本期呢，我们会送出一款万代 DX 的圣剑驱动器。抽奖方式呢，就是关注我的 B 站账号涛哥测评，稍后呢会发布相关的抽奖动态，你们去转发那个动态呢，就有机会获得了。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投币、收藏和转发，你的支持对我真的非常重要。同时呢，也别忘了关注或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那么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输入涛哥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这样子呢，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你就不会错过了。玩具资讯哪里找？尽在涛哥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